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 ESG 永续发展指数到底值不值得投资，以及我们能不能运用 ESG 这个指数来抓住未来苹果供应链的供应商。如果有投资台股的人，一定都会发现到，我们台湾的企业主要就是属于一些科技产业。那如果这些科技产业有接到苹果的订单，那可以说是对这个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嘛。那它的股价一定是蒸蒸日上，就像是台积电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投资台股，那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苹果供应链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在未来的时候，苹果供应链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那今天呢 Kevin 都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如果是初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这个频道是主要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每个礼拜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马上开始咯。好，我们今天影片主要是讲到2021年我们要投资 ESG 永续发展指数有哪些 ETF 可以让我们去进行投资的。那我们要讲到 ETF 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ESG 指数到底是什么指数嘛。所以呢，我今天的大纲呢主要是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会介绍 ESG 这个永续发展指数，其实它主要是3个英文字母的缩写。那我会介绍呢它代表什么意思，以及未来的苹果供应链跟这个 ESG 指数有什么样的关系。毕竟如果我们是投资台股的人，都知道苹果的供应链对台湾的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利好消息。我们只要能抓住苹果供应链的这些供应商，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获利的机会。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会介绍台湾的一档追踪 ESG 指数的 ETF， 然后我也会介绍一档在美股的部分追踪 ESG 指数的 ETF， 那它是 SUSA。 最后呢，我会进行一些 QA 的回复。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ESG 永续发展指数。 ESG 永续发展指数就是一个评分的标准，它会对企业去进行评估，然后评分这家企业有没有符合他们的这些标准他们这些规范的标准，然后来进行审核。那如果通过的话呢，它就可以纳入这个指数当中。好，那它的 ESG 指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 E 的部分的话就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也就是环境的保护。也就是说，你这家公司在平常营运的过程当中，你既然排放了温室气体，那你是不是有进行一个环境的保护？你有没有废弃物？你有没有随便乱倾倒啊？然后你有没有进行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措施啊？或是你的原物料是一个可回收的产品啊？以及你们的能源是一些再生能源？那这部分的话呢，都会纳入 ESG 指数里面的 E 当中。那第二个 S 叫做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一个社会责任的意思。社会责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家企业，你对你的员工、对你的劳工他们的福利是不是比较好？或者说你这家企业对整个社区的一个服务是不是有回馈社区？就像是说你们会不会办一些捐血活动啊，或者是说赈灾来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进行捐款这些的话呢，都会纳入我们这个 S 的指数的评分当中。第三个 G 也就是 Governance 就是你的公司的治理是不是足够的透明？你们会不会进行财务的造假，或是你们会进行一些内线的交易？那这些的部分的话呢，都会列入我们的 G 的评分当中。所以 ESG 指数呢，它主要就是环境，还有社会议题，以及你的公司的治理是不是足够的优秀。那 Kevin 认为这 ESG 指数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说，它是一个帮我们去筛选一些高风险的公司，把一些高风险的公司呢给拆除掉。怎么说？像是 E 的部分，如果你这家公司随便的排放废弃物或是你们的排碳量非常的高，或是你们乱倒垃圾那这部分你们会不会被政府罚款？会嘛？那被政府罚款是不是会造成你们的营收的一些影响？所以 E 的部分的话呢，就可以排除掉这些公司。那 S 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会非常的有感触啦，因为我们的华航或者是某一些航空公司他们是机师都常常罢工，也就是说他们对他们的员工的福利不是这么的好所以说员工呢就会一直罢工。那基本上你员工罢工你这个 S 的评分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低。那罢工的话呢，对公司的营运的话一定也会造成影响，所以 ESG 指数就可以把这类的公司呢就给排除掉。那 G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公司财报造假，那我们看的财报不都东西 gay 就没有价值了嘛，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 G 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防止这些公司造假。就像是中国的一家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各位应该有听过吧，叫做瑞信，应该是2019还是2020年吧，它就爆发那个财务造假这家公司它本来就是说什么它要超越星巴克但是后来发现它根本就是财报全部都是在造假，它现金流根本就是负的，从头到尾都是负的，但是它的营收都是正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发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波所以说用这个 G 的指数就可以排除掉这些可能会财务造假的一些公司。好，如果我们讲到 ESG 指数，我们通常第一个我们会最会重视的，也就是我们最直观能看到的就是环境的保护，
这家公司它的排碳量有没有减少。好，那我们如果要讲到环境保护的话，一定是上行下效嘛。上面的东西是什么？上面就是国际社会、国家，然后才会有企业。企业大型企业的话，下面才有中小企业啊，才会进行的一个上行下效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国际的局势，它对于节能减碳、对于环境的话题，他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最上面的部分它的排碳量的话呢，在2017年整年度的话呢，它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在印度和中国的部分的话呢，他们是暴增的。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印度跟中国他们是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不是有个巴黎气候协定嘛，就是有关于二氧化碳的规定嘛。那像发展中国家就基本上就没有受到什么样的限制，但是这种已开发国家像美国的部分，它就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限制。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各国的排碳量。我们看一下，第一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0年的时候它的排碳量是824万千吨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排碳量。相对于第二名来讲，美国的部分的话是549万，印度的部分的话是200多万。你看光中国一个人的排碳量就是美国跟印度第二名跟第三名相加都没有它那么多。再来我们看一下2015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排碳量持续的增加。那美国的部分的话呢，是开始有进行一个减碳的一个动作啦。那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奥巴马执政，然后奥巴马的话，他对于节能减碳他是蛮注重这个环节的。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部分它的排碳量呢是已经好像有持平的感觉，就没有再持续的增加了。那美国的部分的话呢，排碳量增加了。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就是2018年的时候的执政党，美国执政党是川普嘛，那川普他就非常的不屑于巴黎气候协定因为他认为这个协定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不平等条约。那为什么他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呢？各位可以自己去 Google 去查一下，为什么他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反正就是美国的部分呢，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既然美国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了，然后中国感觉好像也没有去节能减碳的感觉，那各位会想说，这样对未来来讲，环境保护真的有人在重视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我们看一下碳排放量的部分，从1971年到2018年中国的部分的话是持续的暴增开发中国家嘛，所以就给他一些优惠不会去限制它的碳排放量所以它的碳排放量呢就持续的暴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在后面这个地方它有逐渐翘头就是因为川普他就不爽巴黎气候协定嘛，所以他退出去了嘛。但是各位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最近的新政府是谁是新的总统是拜登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报道那么拜登他的一个竞选的一些政绩一些口号主要就是说他承诺在2030年的时候温室气体要排放量要减低至2005年的一半。也就是说呢，拜登他是非常的积极的去参与这个节能减碳。虽然美国他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但是哪天搞不好他要加进去了嘛。而且拜登他现在讲说他要逐步的去减少他的碳排放量，这对于一个环境保护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蛮正面的一个消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在英国和欧洲的部分的话，他们也是承诺他们在2030年的时候分别要减低 68%、55% 的碳排放量。以及中国的部分他也是誓言说我在2030年的时候我会达到我碳排放的顶峰，然后之后我在2060年的时候我会达到碳中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国际社会对于节能减碳的议题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就是我们要去进行节能减碳嘛。欧盟嘛、美国嘛、英国嘛、中国嘛，他们都是想要去进行节能减碳。在未来的这几年来讲，那国家有这个想法，那企业呢要真正的去实行去进行节能减碳，那他们才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这些大型企业它对于政府的这些理念有没有去支持。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Apple 的部分Apple 在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环境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它在写什么？在这边都是英文各位不用担心，马上翻译给你们看。它是讲到说2030年的时候它要在整个碳足迹当中它要实现一个碳中和的目标相比于2015年来讲，他们要降低他们 75% 的碳排放量，那 25% 的部分的话，它会用于其他的方式来清除这些碳。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碳中和。那碳中和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这家企业还是会持续排放你们的温室气体只是你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面呢来抵消你们这些温室气体，也就是你们可以造林或是你们保护一些湿地的部分一个正一个负，然后两个互相叠加的话呢，就变成一个碳中和所以碳中和不代表说就真的是零碳排放量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 Apple 呢，它是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达到碳中和。所以呢，如果它要达到碳中和，就代表说什么？它的供应链这些厂商呢，也要进行一个节能减碳。举例来说，就像是 iPhone 嘛 ，iPhone 12，它的晶片、它的机壳、它的面板，这些制造过程当中，他们所产出的这些碳排放量，会不会算在 Apple 的头上？
会算在 Apple 的头上。所以说 Apple 虽然这些手机如果全部都是外包出去的话，但是这些外包出去的厂商如果他们碳排量非常的高的话，那全部的话呢计算起来的话呢 Apple 的碳排放量也是会非常的高，所以 Apple 的供应链呢势必要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如果这些供应商他在节能减碳方面完全都不达标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被踢出苹果供应链。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台湾人企业哪一个是最先响应的？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谁？就是台积电。而台积电在最近他就发表了一些声明说他会将他的供应链的一些碳足迹以及减碳的绩效列入公司采购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说台积电这家公司对于环境保护这一议题也是逐渐的重视起来。那么他为了要维持那个苹果的订单我相信他对于节能减碳这个议题他一定会非常认真的去做探讨。那我们台湾之光台积电都已经响应了苹果节能减碳的一个号召，那我们台湾的其他的企业对于想要加入苹果供应链或是想要保持在苹果供应链的这些企业通常都是比较赚钱的嘛，保持在苹果供应链的企业通常都是比较赚钱，那他们要持续的保持在这些企业当中，他们是不是就要提升他们的节能减碳的一个效能？所以这些台湾的苹果供应链的企业是不是就非常的有机会纳入 ESG 这个指数，或者是他们已经在 ESG 这个指数当中了？那 Kevin 认为如果这些获利良好的企业都在 ESG 指数当中，那这个指数的公司是不是就算是属于一些蛮不错体质不错的一些企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全球永续投资相关 ETF 它的一个发行的总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它从2016年到2019年之间它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投资人他将他们的热钱投资在这些永续相关话题的 ETF 上面。他们可能会认为说我是地球的一份子，所以我要非常的注重地球的环保，那我投资的公司呢也要注重地球的环保所以这些热钱呢涌进这些公司的时候呢，这些公司呢就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进行发展他们的股价呢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好，那我们现在讲那么多有关于 ESG 的话题，那各位是不是很想要投资 ESG 这个指数？那我们台湾的部分的话我就介绍一档 ETF 那我美股的部分我等一下会介绍一档 ETF。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台湾的 ETF。我介绍的 ETF 是元大台湾 ESG 永续 ETF。这个 ETF 呢它的股票代号是00850，那它所追踪的指数叫做台湾永续指数是由台湾的指数公司去跟富时国际这个两个指数公司呢，它共同去编列一个指数叫做台湾永续指数。那它的成立年限是2019年8月23号，也就是这档 ETF 成立那这个指数呢，它成立也还至今也不到5年的时间那这个 ETF 它的内扣费用率的话，经理费的话是 0.3%， 保管费的部分是 0.035%， 然后加起来的话总共是 0.335%， 那是蛮高的啦。那 0.335% 相对于0050来讲 0.43% 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便宜的。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现在是71档股票。那的 Top 5 持股的部分，台积电的部分是 28.59%， 联发科 7.5%， 鸿海 7.03%， 联电 3.05%， 台达电的部分的话是 2.86%。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光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就高达 28.59%。 那它的分散风险的程度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么好因为它毕竟它一档股票就占了它1/3的分量，但是这档 ETF 呢，相对于0050来讲，它的分散风险能力的话呢，就相对于较好一点因为毕竟0050它光一档台积电就将近 50% 的一个份额了。那这档 ETF 它的交易量的部分的话是239万，交易量是足够的。那为什么我要看交易量？因为如果你的交易量太少，你之后要卖出这档 ETF 就会非常的困难因为没人要跟你交易嘛。那再来我们要看净值的大小，我要看净值大小主要就是这档 ETF 如果它净值太小的时候，那这档 ETF 它就无法为基金公司去赚来足够的收入，因为毕竟基金公司要维护这档 ETF 它需要花费一些金钱嘛，需要一些成本费用嘛，所以如果它的净值太小或是它的市值太小，那这档 ETF 它能为基金公司所带来的钱所带来的收入就不够多，那基金公司可能就会让它下架所以说我们看 ETF 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它的净值的部分。那这档 ETF 呢，它的净值是 0.32 亿那 0.32 亿乘上 0.335%， 它每年大概就可以为基金公司创造几百万的收入，那看来应该算是不错的啦，还是可以接受的。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 2.71%就一年配发一次，然后大概现在是 2.7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0850这档 ETF 它所筛选的条件是怎样筛选的第一个，它筛选的一个母体的部分是富时4Good 新兴指数，然后之后呢会进行 ESG 的评鉴，也就是我们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3个进行评鉴，然后进行评分。那达到标准的部分，它会再进行 ROE 的筛选。那这边有说到，它最近12个月的 ROE 小于0的人，它就不能筛选进去。ROE 小于0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家企业它的负债大于它的资产，那它的 ROE 就会小于0。那这个部分如果各位不懂的，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再来就是计算权重的部分，它事实加权个别个股的部分不能大于 30%。那有人就会说这个是台积电条款
要不然台积电每次不管它什么 ETF 的比重都超过50%，那就真的太多了。所以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台积电条款。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业分布的部分。这档 ETF 呢，它的产业主要是分布在科技业 62.33%， 然后再来是 18.93% 的金融产业。其实台湾的 ETF 啊，只要是台湾成分股 ETF， 基本上它的产业分布的状况基本上就是科技业跟金融业。来分散风险的能力就是没有到这么的优秀了，相对于美股来讲。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 Top 10的一个持股。它光 Top 5的持股就 48.78%， 那 Top 10的部分加起来就是 59%， 将近60%的部分。虽然这档 ETF 它有71档股票，但是它光 Top 10的部分就已经有达到60%了，所以它分散风险能力呢就是没有到这么的优秀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00850它的一个绩效。它成立年限是在2019年8月23，是在20块钱上市。那至今为止啊，它已经涨到了35块啊，成立至今总报酬率是高达 75%。那它为什么报酬率会这么高呢？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它主要的成分股是什么？台积电嘛，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台积电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台积电它从疫情的时候呢是44块美金，涨到现在已经是119块美金了，整整涨了将近3倍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00850呢，它绩效会这么好，基本上也有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的一个关系啦。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湾永续指数，也就是我们00850它所追踪的指数，跟我们台湾50指数，它们绩效哪一个比较好？我们拉了时间呢，就拉4年的时间，毕竟这个指数呢，台湾永续指数它只创办了4年左右而已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台湾50指数，相对于台湾永续指数来看，台湾50指数绩效还比台湾永续指数更好这样台湾永续指数还值得我们投资吗？这边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美股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SUSA 这档 ETF。那这档 ETF 呢，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MSCI USA ESG， 然后 Select Index， 就是这个指数啦，也是有关于美国 ESG 的指数。那它成立年限呢是2005年1月20号。那它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是 0.25%， 相对于我们的00850来讲是比较便宜的。持股种类的话呢是224档股票，是很多的蛮丰富的。相对我们00850的话呢是3倍的部分。那它的 Top 5持股的部分第一家就是微软，再来是苹果、Google、Home Depot 和我们的 FB。那 Home Depot 是什么？ Home Depot 就是一些卖家具的部分DIY 卖家具的部分。那这家公司也是好公司研究过了，也是一个好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 Top 5的持股的部分的话，占量是 16% 了。因为这档 ETF 它这个指数是有规定，它最重的成分股不能超过 5%，最多就是 5% 多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部分的话，最多就是 5%。所以说这档 ETF 呢，它的分散风险程度呢，相对于我们00850来讲的话是更好的。交易量的部分的话，就有点差强人意啦，就是32万那它净值大小的部分的话是30亿美金相对我们00850来讲，将近快100倍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 1.14%，是季配息的，也就是它1年配 1.14%， 然后分4季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的一个产业分布。那科技业的部分的话占 37.14%， 然后再来是金融产业，再来是消费性的一个周期性产品，还有一个健康产业以及工业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产业分布相对于我们00850来讲，光一档科技股就60几%来讲，它的产业分布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在公司行号的分布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 Top 10的部分也只有 23.83%， 但是我们00850光 Top 10就已经高达 60% 了所以说这档 ETF 呢，它不管是在于产业分布，或者是在公司行号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分散风险的能力是相对我们00850来讲是更加的优异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的绩效的部分。有人就会怀疑它的绩效有没有比我们的 SPY 更好？ SPY 就是美国的大盘它从2006年到2021年之间，我拉这个区间，主要就是我希望可以将我们的2008年那个次级房贷危机，我们这个指数遇到次级房贷危机的时候，它的一个表现是如何，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个指数抗不抗压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的话就是 SUSA， 也就是我们这档 ETF 啦。这档 ETF 呢，它的年化报酬率，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9.84%。那 SPY 的部分的话，就是美国的500大企业，它的年化报酬率是 10.07%。看起来 SUSA 没有特别的优异那还值得我们投资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我这次拉的时间是只有2年的部分。我只要是想要看它在疫情的反应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回弹的速度，以及它抗跌的能力是不是会比较好了。SUSA 它在疫情的反弹呢，它相对于 SPY 来讲，它是更加的优异的它疫情反弹的话呢，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28%， 那 SPY 的部分大概是 25% 左右。这边 Kevin 是想要表示说，如果能入选 ESG 这个指数通常代表这些公司应该有不错的财务体质。因为这家公司要赚钱，它才有能力去进行环境的保护，才有能力去进行员工的福利嘛。那环境保护这个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的，并且非常多的大型企业也逐渐的重视他们的供应链要保持节能减碳。
或者是进一步的去进行节能减碳。所以呢，这些企业就能获得更多大企业的一个订单，或是政府呢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个税收减免，或是更多的一些福利。而这边 Kevin 不是要表示说没有入选 ESG 指数的公司就不是好公司，好像是一些烟草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军火公司啊，他们也是一些好公司啊，只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业务的体制关系，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很难去入选 ESG 指数。好，接下来我们来做自我评养的时间啊，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了解 ESG 指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第一个 ，ESG 指数分别代表什么？一 Excellent Special Good， 也就是优秀、特别、赞，就是个指数；或者是 B EPS Sale Growth， 也就是盈余、销售、成长；或是 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还有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或者是 Governance， 就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或是 D 什么啊，反正我就跟单就对了啦。第二个，你的投资组合会考虑 ESG 的成分股吗？一，我照样买烟草股，因为股利最丰富；或者是二，我的军火股是我的最爱啦，世界只要有战争，军火就不会倒，那军火股跟烟草股基本上就很难纳入 ESG 指数啊，但是我就是要投资这两家公司。或是三，我爱地球啊，地球也非常的爱我，所以我就是要投资全部都是 ESG 指数的标的。或是四，适当的分散风险，然后我会做好资产的配置。那各位呢，可以将自己的答案呢写在下方的留言区。那这答案呢没有特别的一定是正确的答案，就看各位呢对自己的投资组合呢是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好，那接下来我来进行 Q&A 的回复。那这位网友呢，他是有讲到了，我之前有讲过有关于00850这档 ETF 值不值得我们投资啊？那这个网友就有分享说，他在15年前啊，他拿3000块去投资越南股市，那时候越南股市啊大概到800点左右啊。然后最近2年啊，就是全部赎回的时候啊，发现啊，他只拿回2300块钱啊。他说啊，他亏损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汇率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5年前的话呢，台币兑换越南盾大概是500多啊。那现在台币兑换越南盾啊是800多啊。所以汇率的风险呢，在我们投资国外的一些股票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去注重的啊。那么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那各位投资国外的股票的时候，一定要去注重汇率的影响哦。那第二个，蔡依晨这位网友说啊，00885这档 ETF 它没有配息，那他们投资这些公司要是配息的话，那这些利息要拿到哪里去？那这些利息的部分的话，就会并购到这档 ETF 的净值当中，就像是我们的内扣费用一样啊，就会从净值当中直接扣除，或是加到我们净值当中。所以的话呢，各位不用担心他不会把股利就给他吃掉，然后就没有还我们了，他会把它还在净值当中。好，那第三个网友就是彭，这位网友他说啊 ，ETF 里面的股票净值，跟我们的一般的股票都一样啊，那为什么 ETF 的净值是股票的股价，那股票的净值就是估价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这家公司你倒掉了，你是不是要清算你的资产？那你清算资产的话，那这些资产还没倒掉之前都是用估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 ETF 倒掉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清算你的 ETF？ 你 ETF 倒掉之后，你把 ETF 打开，里面就是什么？每一家公司嘛。这些公司需要清算吗？不需要清算嘛。这家公司的股票可以拿去市场卖，拿去市场卖我们就拿到钱嘛，然后拿到钱之后呢，再发给股东就可以了。所以说你 ETF 的净值的部分的话呢，就不是股价，ETF 的净值就是股票的股价。OK， 这样应该有回复到这位网友的问题了。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分享非常多有用的投资知识在这个频道当中。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咯，拜拜。